我从后山扛回来一个比我脑袋还大的红蛋，美滋滋想炒盘蛋加餐，我攥着菜刀猛敲，但纹丝不动。我抵着门框使劲挤，门框都变形了，但依旧硬邦邦。我在抄起斧头狠砍，火星子溅得满脸都是，但却仍然毫发无损，震得我一屁股蹲坐在地上。我叫立夏，这名儿是村长给取的，他说捡到我那天正好是立夏，索性就叫这个。至于我爹娘是谁，没人说得清。10年前的一个清晨，我就像一棵雨后自己长出来的野笋，穿着身破烂衣裳，懵懵懂懂地出现在了杏花村的村口。村里人都说我这娃可怜，东家给口饭，西家给件旧衣。我就这么吃着百家饭，在村东头那间四面漏风的破屋里扎下了根。百家饭给我养出了2大本事，一是力气大的能跟牛掰手腕，二是脸皮厚的能当城墙使。为了填饱肚子，我上山能采药，下河敢摸鱼，运气好了还能套着只肥兔子，给自个儿开荤。我这短暂的人生只容得下2件顶天的大事。第一件，搞钱。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第二件，欣赏一切好看的东西，这包括山顶的云，溪边的花，当然也包括人。毕竟欣赏美能让我在啃糠咽菜的时候也觉得这日子有点嚼头。前些天，村西头的二狗子提着一篮子鸡蛋，颠颠的跑来我家献殷勤，红着脸问我愿不愿意嫁给他。我掀起眼皮瞅了眼他那张像是被门反复挤压过的脸，果断把门给拍上了。开什么玩笑，就这张脸，我怕是看着他都得把隔夜饭吐出来。又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搞钱日，我背上我的大背篓，哼着小曲儿，一头扎进了后山。正当我扒拉着一丛灌木，想看看底下有没有藏着什么宝贝时，一股浓得化不开的血腥味忽然冲进了我的鼻子。有血就意味着有大家伙，要是头野猪或者傻狍子自己撞死在哪儿，那可就发大财了。我循着味儿，脚步越来越快，可等我绕过一块大青石，却看见地上躺着个半死不活的人。他穿着一身白衣，料子滑溜溜的，一看就很贵。可惜现在这身衣服被血染得红一块紫一块，上面还沾满了泥土和草屑。穿得这么好，身上肯定有钱袋子，说不定还有玉佩什么的。我搓了搓手，像只准备偷鸡的黄鼠狼凑了过去。兄弟，对不住了，你要是死了，这钱留着也没用；你要是活着，我就当是提前收点救命钱。我一边小声嘀咕，一边伸出我那罪恶的小手，就准备往他怀里掏。可我的手刚伸到一半，就僵在了半空中。我的视线不经意间落在了他的脸上，哪怕满脸血污，也挡不住他惊人的美貌。我活了10几年，从没见过长得这么好看的人。那一刻，我脑子里的算盘珠子突然崩飞了。钱没了可以再赚，但这么个天仙似的人要是死在这儿，那是老天爷的损失，就必须得救。我使出了吃奶的劲儿，连拖带拽，总算把这个比我还高的男人弄回了我的小屋。我把他身上那些值钱的零碎，比如玉佩、钱袋什么的，都先替他保管了起来，然后开始给他收拾伤口。这家伙伤得真不轻，背后一道长长的口子，深得能看见骨头。我心疼得直咧嘴，一边把他前2天刚采的准备换钱的止血草药捣碎了给他敷上，一边在心里盘算，完了，这下亏大了，药没了，还得搭上我好几天的口粮。接连几天，他就这么昏迷着。我每天除了上山找点吃的，就是守在他床边，给他喂点米汤，换换药。看着他那张脸，我的心就在亏大了和太值了之间反复横跳。直到第5天，他终于醒了。我是谁？他张了张干裂的嘴唇，声音沙哑又好听。这里是哪里？得，不仅伤了身子，还把脑子给伤了。经过我一番连蒙带骗的盘问，总算搞清楚了状况。他只记得自己叫阿晨，其他的忘了个一干二净。我坐在床边的小板凳上，看着这个一脸懵懂的美男子，内心开始了天人交战。一个大男人虽然文弱，但等伤好利索了，劈柴挑水总能干些活计，而且长得这么好看，看着都舒心。留着他既不亏劳动力，还能养眼，比送走划算多了。我当即站起身，凑到床边，直截了当问他：阿晨，我救了你，以后你就跟着我过怎么样？他愣了愣，轻轻点头。好，搞定。我立马从鸡窝里摸出2个热鸡蛋，煮熟染红，拉着还没完全缓过神的他，在破屋前对着天地拜了3拜，又请村长做了见证。村里人都背后议论我傻，剪了个中看不中用的小白脸，可我不在乎。我看着身边俊朗的相公，心里乐开了花。从今往后，我立夏也是有家室的人了，养着这么个颜值高，以后还能干活的相公，值。自从捡回来阿晨，我那四面漏风的茅草屋仿佛都镀上了一层金光。我每天一边搞钱，一边欣赏我家的阿晨。虽然他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让他去后院劈个柴，他能把斧子甩到邻居家的鸡窝里，吓得老母鸡3天不下蛋。让他去河边洗个菜，他能顺着水流把一篮子青菜全送给下游的王大娘。可他长得好看啊！每当我扛着锄头从山里回来，累得像条狗，只要一推开门，看见他安安静静地坐在小板凳上，拿着根树枝在地上划拉，阳光落在他长长的睫毛上，我那满身的疲惫就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把热乎乎的窝窝头递给他，他会对我弯弯嘴角，辛苦了。我正拖着腮帮子看着阿晨笨手笨脚的扫地，心里美滋滋的盘算着，等开了春，我就多开2块荒地，种上粮食和药材，等攒够了钱，就把这破屋子翻新一下，再给他扯鸡翅好不料，做2身新衣裳。村口的方向却突然传来一阵混杂马的嘶吼的喧哗，我心里纳闷，这穷乡僻壤的，1年到头也见不到几匹马。我拍了拍阿晨的肩膀，让他待在屋里别乱跑，自己则好奇地循着声音往门外走去。我刚出门，
就被眼前的阵仗给惊得停住了脚。只见几辆我这辈子都没见过的华丽马车，正正当当的停在路口。拉车的马体体高大神俊，比村里最壮的牛还要高出一个头。一群穿着黑色铠甲、腰间挎着长刀的士兵，面无表情地站在马车周围。村民们都躲得远远的，连大气都不敢喘。这排场，这气势，十有八九是来找人的。再联想到阿晨那身不像凡品的料子和那张不该出现在山里的脸，完了完了，我这便宜相公的家人找上门了。这要是把人带走，我岂不是亏大了？人没了不说，我搭进去的草药，我为了这么多天的米粥，还有我为了照顾他耽误的上山搞钱的时间，找谁要去？我正心急如焚，那最华丽的一辆马车上，车帘被一只纤纤玉手掀开了，一个身着华丽的中年女人走了下来。她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明明脸上没什么表情，却让人觉得高不可攀。她目光清冷地扫过噤若寒蝉的村民，最后视线落在了我身后，不知何时跟了出来，正一脸茫然站在我旁边的阿晨身上。只一瞬间，那女人冰山似的脸上骤然迸发出巨大的惊喜和激动，她快步朝我们冲了过来，一把抓住了阿晨的胳膊。燕晨，你还活着，太好了！阿晨被她这么一喊，整个人都僵住了，迷茫地看着那个女人。那女人见她神色不对，担心地继续说道：我是你姑姑谢荣月啊，你不记得我了吗？突然她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刺了一下，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她闭上眼，又猛地睁开，他看着我的眼神变得陌生疏离。他想起来了，他不再是那个会对我傻笑的阿晨，而是谢燕晨，是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高高在上的陌生人。他皱着眉，视线从我身上那件打了好几个补丁的粗布衣裳上扫过，又落在我身后那间四面漏风的破屋上，最后他嫌恶的别过脸，那道目光像一根刺扎在了我的心上。我这火腾的一下就上来了。好你个谢燕晨，吃我的住我的，现在恢复记忆了就翻脸不认人了？过河拆桥也没这么快的。眼看着那个叫谢荣月的女人扶着他就要上马车，我脑子一热，什么都顾不上了。人财两空的悲剧绝不能在我立夏身上上演。我一个箭步冲上去，张开双臂拦在了他们面前。等一下，谢燕晨的眉头皱得更深了，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个撒泼的疯子。谢荣月更是杏眼一瞪，大胆滚开！我急了，也顾不上什么礼数，从怀里掏出拜堂那天用过的红鸡蛋，高高举起。他不能走，他是我相公，我们拜过堂，成了亲的，村长可以作证。谢燕晨的脸瞬间黑得像锅底。姑姑，快带我走！谢荣月嗤笑出声，你相公就凭你？他优雅地从袖子里拿出一个小小的锦缎布包，看都没看，随手就扔到了我的脚下。布包在地上滚了一下，散开了，露出一颗带有奇特花纹、通体赤红的蛋。这颗蛋是我儿子，就当是给你的补偿了，以后别再出现在我们面前。我死死地盯着地上那颗红的妖异的蛋，又抬头看了对面两人，什么玩意儿？一颗蛋，我一个活生生的会洗衣做饭、长得还不错的相公，就值这么一颗破蛋，这买卖简直赔到姥姥家了。恢复记忆的谢燕晨自始至终连一个正眼都懒得再给我，他决绝地转过身，在他姑姑的搀扶下，头也不回地登上了那辆华丽的刺眼的马车。豪华的车队扬长而去，只留给我一颗蛋和村民们那些或同情或幸灾乐祸的目光。我弯下腰，一把抓起了地上那颗作为补偿的红蛋。这蛋好沉，就在我研究这颗蛋的时候，那颗蛋的表面突然爆发出一阵惊人的滚烫，那温度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得我猛地一缩手，差点把它扔出去。我惊疑不定地看着掌心里这颗怪蛋，这到底是个什么鬼东西？我抱着那颗红的发邪的蛋回到了我的小屋，我抱着红蛋回了屋，看着为阿晨铺的软厚床铺，只觉可笑。我举起手里的蛋，对着从窗户缝里透进来的光反复打量，越看越眼熟，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我把它放到桌上，内心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搏斗。我身体里的理智小人对我说：扔了，赶紧扔了，这玩意儿又烫手又诡异。那个叫谢荣月的女人一看就不是善茬，她说这是她儿子，谁信啊？这说不定就是个祸害，想甩给你，赶紧扔到后山去，省得惹上麻烦。另一个财迷小人眼睛里冒着铜钱，激动地反驳：不能扔，这可是补偿，万一是啥稀世珍宝呢？瞧这卖相，红得这么别致，说不定拿到城里能卖个好价钱，把我亏得要钱、伙食费，还有我那颗被践踏的真心，全都换回来。理智的小人说：万一是个灾星呢？财迷的小人喊：万一是个金疙瘩呢？我被他们吵得头疼，烦躁的一拍桌子：赌一把，我倒要看看这么一颗蛋里到底能孵出个什么名堂来。孵出只烧鸡，正好给我补补这几天受伤的心灵；孵出个金疙瘩，那我就卷钱跑路，再也不待在这破村子了。可新问题来了，这蛋怎么孵？我瞅了眼邻居家抱窝的老母鸡，秒懂精髓，要恒温，要贴身。从此我成了村里的异类。我把那颗红蛋用最软的布包好，小心翼翼地塞进了怀里。我睡觉抱着它，吃饭揣着它，上山采药也得给它在背篓里腾个最舒服的位置。村里人看我的眼神，很快就从对我被甩的同情，变成了对我精神状态的担忧。看见没？立夏疯了，男人跑了，受刺激了，开始抱个蛋当儿子养了，真可怜。那蛋红得跟鬼火似的，看着就不吉利，别是什么不祥之物吧？我看他八成是想男人想疯了。这些流言蜚语像苍蝇一样在我耳边嗡嗡作响。村西头的二狗子又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堵在我家门口。立夏，你把那颗怪蛋扔了，我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还愿意娶你。你看除了我，谁还要你这么个爆蛋的疯子？
我掏出怀里的蛋蛋掂了掂，冷笑道：“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我这蛋的蛋壳都比你好看，想娶我，下辈子投胎好好捏脸。”二狗子被我气得脸红脖子粗，灰溜溜的走了。日子久了，大家似乎也习惯了我一直抱着颗红蛋了。我给蛋取名蛋蛋，每天晚上我都会把它拿出来，对着烛火跟它说话：“蛋蛋啊，你说你爹妈到底是何方神圣啊？把你生下来就不要了，比我还可怜。蛋蛋啊，你到底是个啥品种？你要是个金疙瘩，就赶紧裂开给我看看；你要是只烧鸡，也吱个声，我好提前准备点调料。”这天，我照常背着我的蛋蛋进了后山。最近雨水少，草药难寻，我不知不觉走到了森林里。就在我发现一株长势喜人的野生黄精，准备动手挖的时候，一股危险的气息从我背后传来，我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我僵硬地转过身，不远处的岩石上，一头狼正瞪着绿油油的眼睛盯着我，喉咙里发出威胁低吼。我的腿肚子瞬间就软了，手里的锄头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完了，今天这是要交代在这儿了。我还没看到蛋蛋孵出来呢，那头狼后腿一蹬，朝我猛扑过来。我吓得闭上眼睛。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背上的背篓里那颗红蛋突然爆发出了一阵刺眼的红光，一瞬间就将整片昏暗的林子照亮。一股灼热的气浪以我为中心轰然散开。我颤抖着睁开眼，只见那头扑到半空中的饿狼惨叫着横飞出去，摔在地上后夹着尾巴逃进密林。林子里恢复了寂静，我惊魂未定地喘着粗气，然后试探性地拿出背篓里的蛋，它还是原来的样子。我这蛋蛋好像真的不是什么普通玩意儿。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就到了立夏。我没有爹娘，所以村长捡到我的那天就是我的生日。每年的立夏，我都会奢侈一把，给自己煮2个鸡蛋，就算是过年了。夜里，我点上一支蜡烛，坐在桌边，桌上放着2个白煮蛋，旁边就是我的蛋蛋。我剥开鸡蛋咬一大口，边嚼边唠叨：“蛋蛋啊，我今天18岁了，你到底啥时候才肯出来啊？再不出来，你就要成一颗化石蛋了。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就把你煮了吃掉哦。”我故意吓唬他，话音刚落，咔嚓一声像是蛋壳碎裂的声音响起。我难以置信地看着那颗红蛋，只见那颗光滑无比的蛋壳真的出现了一道细细的裂缝，咔嚓咔嚓咔嚓，裂缝越来越多，像一张细密的蛛网，迅速布满了整个蛋身。我手忙脚乱地把它放到铺着干草的床铺上，瞪大了眼睛。下一秒，只听砰的一声轻响，整个蛋壳碎成了一地亮晶晶的红色碎片。一个火红色的身影从蛋壳里钻了出来，是一个少年。他看起来跟我差不多年纪，身上穿着一件款式奇怪的火红色衣裳，一头乌黑柔顺的长发披散在身后，衬得他的皮肤雪白。他慢慢地抬起头，揉了揉眼睛，似乎还没睡醒。当他睁开眼看向我时，我彻底呆住了。他的瞳孔是赤红色，带着几分天生的妖异，五官精致的不像真人。这张脸比谢彦辰那个我看一眼就能多吃3碗饭的小白脸还要好看上10倍不止。他看着我，歪了歪头，然后用带着点委屈的嗓音开口说了第一句话：“姐姐，我饿了。”我的脑子里像是有10万个烟花同时炸开。我含辛茹苦孵了几个月的蛋蛋，孵出来一个比神仙还好看的俏郎君。他吃光了我家所有的存粮，是的，所有3大碗糙米饭，1整盘咸菜，还有我给自己留着当宵夜的最后2个窝头。直到他打了个饱嗝，摸着平坦的小腹，露出满足的表情，我才找回自己的声音：“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他那双红色的眸子眨了眨，很认真地回答我：“我不是东西，我是人。”人能从蛋里孵出来？我感觉我的智商正在被按在地上摩擦。我娘是人，我爹不是，所以我生下来就是一颗蛋。这理由我竟然无法反驳。你叫什么名字？我换了个问题。我一直在蛋里待着，没有名字。姐姐，你给我取一个吧。我想了想，今天是3月19，立夏，他是今天出生的，那就叫19吧。19。他念了一遍，眼睛亮晶晶的。好，我以后就叫19。吃饱喝足，19坐在小板凳上，开始给我讲他的故事。他真的是那个谢荣月的孩子。谢荣月是皇帝的亲妹妹。多年前，谢荣月年少贪玩，与一个身份神秘的男子有过一夜情缘。后来，她就怀了孕，可生下来的不是婴儿，而是她这么一颗蛋。皇室出了这种丑闻，自然是瞒得死死的。谢荣月孵了他很久都孵不出来，渐渐失去了耐心，总想着把他扔了。10年前，我娘就把我扔在了后山，我被一条大蛇缠住了，以为自己要死了。是你赶跑了那条蛇，把我捡回了家。你还把我抱在怀里，给我唱歌听。我的脑子嗡的一声，10年前红色的蛋，一些被遗忘的记忆碎片猛地涌了上来。我想起来了，那年我刚到杏花村不久，有一次在后山迷了路，好像真的从蛇口下抢回来一颗很漂亮的红石头，我以为是石头，还抱着它睡了好几晚。可是后来蛋又不见了。19点点头，是皇帝舅舅发现我娘把我扔了，大发雷霆，逼着他必须把我找回去。于是他又趁你睡着，把我偷偷抱走了。原来如此，怪不得我第一眼看到这颗蛋就觉得眼熟。我还没从这巨大的信息量中缓过神来，19又凑近了一些。姐姐，你还说过，等我从蛋里出来，你就娶我当相公。合着我小时候就这么狂野。
19那句娶我当相公在我脑子里盘旋不去，我愣在原地半天回不过神，眼前的19还仰着小脸，红眸里满是期待，仿佛在等我点头应下这桩婚事。偏偏这时我的肚子不合时宜的咕咕叫了2声，我下意识看向墙角空空的米缸，这才后知后觉想起家里的存粮已经被他一扫而空了。他似乎完全没意识到我们家已经揭不开锅的窘境，反而很认真地凑过来拉住我的袖子，红着眼睛问我：姐姐，我们什么时候成亲？那语气仿佛成亲本就理所当然，只差个仪式。我看着他那副天真的样子，再想想前一个跑路的谢彦辰，心里忽然升起一股豪情。上一个是我强扭的瓜，结果瓜自己长腿跑了，这一个是自己送上门来要和我成亲的，还这么好看。我要是再让他跑了，我就不叫立夏。我清了清嗓子，把他拉到小板凳上坐好。19啊，我语重心长的开口，你想不想跟我成亲？他小鸡啄米似的点头，眼睛亮晶晶的。想。那你知道成亲要准备什么吗？他茫然的摇了摇头。成亲那可是人生大事，得花钱，得花很多很多钱。我掰着指头给他算，首先咱俩得有身像样的喜服吧，其次你看看咱这房子四面漏风，是不是得修了之后才能当新房？最后是不是得摆上2桌，请村里人吃顿饭，告诉大家你是我的人了？19瞬间抓住了核心，所以要有钱才能成亲。对，我重重的点头，对他进行思想上的升华。19，你要明白，没有经济基础的婚姻就像一盘散沙，走2步就散了。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脱贫致富。19那双漂亮的红眼睛里燃起了熊熊的斗志，他猛地站起来，拳头握得紧紧的。我懂了，姐姐，只要我们搞到钱就能成亲了。孺子可教也。我欣慰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挺起胸膛，一脸严肃地向我保证：姐姐放心，我一定帮你搞钱，做你最得力的助手。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带着19上了山。我决定让他先见识一下我高超的打猎和采药技巧，好让他明白跟着我这个大姐头混是有前途的。19，跟紧我，我扛着锄头走在前面。看好了，找草药讲究的是眼力，要注意观察地形和植物的伴生关系。比如你看这片阴湿地，附近就可能有。我的话还没说完，19突然停下了脚步，他耸了耸小巧的鼻子，在一个方向使劲闻了闻，然后指着不远处一丛茂密的灌木：姐姐，那里有好闻的味道。好闻的味道。我将信将疑地走过去，拨开灌木丛，下一秒我倒吸一口气，灌木底下赫然长着一株比我手掌还大的野生茯苓，这品相拿到药铺少说也能卖个110文钱。我激动地把茯苓挖出来，看向19的眼神都不一样了。你怎么知道的？闻到的呀，它的味道和别的草不一样，甜丝丝的。我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他又动了动耳朵，指向另一边的草丛。姐姐，那里有心跳声，跳得很快，好像有3只。我半信半疑地前过去，猛地一扑，草丛里顿时炸了窝，3只肥硕的灰毛兔子四散奔逃，结果被我堵了个正着，手忙脚乱地逮住了一只最肥的。我提着还在蹬腿的肥兔子，彻底傻眼了。这一个上午，我的认知完全被颠覆。我累死累活靠经验和运气才能找到的宝贝，19只需要鼻子闻一闻，耳朵动一动就能精准定位，它就是个活生生的人形探宝仪。我们满载而归的时候，我激动地拍着19的肩膀猛夸：19，你就是我的福星，等咱们把这些东西卖了，姐姐给你做红烧肉。19一听到红烧肉3个字，眼睛瞬间就亮得像2颗红宝石，他开心的原地蹦了起来。有肉吃了，有肉吃了。就在他蹦得最欢的那一下，我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头顶上噌的一声冒出来2只毛茸茸的火红色的狐狸耳朵，那对耳朵还随着他的动作兴奋地抖了抖。我的笑容僵在了脸上，我伸出一根颤抖的手指，指着他头顶上那对与人类构造格格不入的毛茸茸的耳朵，声音都变了调：你是个啥玩意儿？狐狸精！村口王大爷讲的鬼故事瞬间涌上脑海，夜半敲窗的美貌狐妖，被袭人精气的狐妖掏心肝的书生，我吓得蹭蹭蹭连退了好几步。我的反应显然吓到了他，19的笑容瞬间消失了，他慌乱地摸了摸自己的头顶，那对耳朵嗖的一下就缩了回去。他看着我惊恐的表情，那双漂亮的红眼睛里迅速蓄满了水汽，他可怜巴巴地看着我：姐姐，你别怕我。我看着他那张妖孽般好看的脸，心底的恐惧竟不争气地压了下去。就这张脸，就算是妖精，好像也不是不能接受。再说了，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啊！呸，想什么呢？我看着他那副快要哭出来的样子，心一横，一咬牙，我没怕，管他是什么，好看就行，而且还能帮我搞到钱，就算是他妖精，也是好妖精。自从有了19这个人形外挂，搞钱变得前所未有的简单。他负责精准定位，我负责动手挖宝和捆绑猎物。以前10天半个月才能碰到1株的珍稀草药，现在跟地里的大白菜似的，一找一个准。以前得靠运气才能抓到的肥硕野味，现在只要19耳朵一动，就能知道它们在哪儿。我们每次从山里出来，都是满载而归。镇上的药铺老板看到我，笑得合不拢嘴，收药材收到手软。集市上的肉贩子每次都提前给我预留好位置，钱袋子一天比一天鼓。我看着家里日渐丰盈的米缸和挂在房梁上的腊肉，我彻底把他是妖精这件事抛到了九霄云外。当然是除了他身上的耳朵、尾巴藏不住的时候，我和我的专属寻宝狐19这对黄金搭档，只用了短短几个月，就攒够了我们梦想中的结婚基金。想当初，我的人生目标是在过年前给自己换身新衣裳，现在我不仅能换新衣裳，我还能娶个好看的不像话的相公回家。人生啊，真是充满了意想不到的惊喜。备婚的日子是快乐的，也是鸡飞狗跳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镇上扯布做喜服，我拉着19，雄赳气昂地踏进了镇上最大的布庄，把一小袋铜钱哗啦一下倒在了柜面上。掌柜的，把你这最贵最红的布拿出来给我瞧瞧。
我这辈子就没这么豪横过。掌柜把压箱底的好料子都爆了出来，一匹火红色的云锦，在光线下流光溢彩，摸上去又滑又软，和我家19的狐狸毛手感有的一拼。就这个了，我大手一挥，给我们俩一人做一身，要快。19看着镜子里那个穿着红衣的自己，一激动，身后的尾巴冒了出来，我赶紧挪到他身后，尾巴收回去。我压低声音警告他，他委屈的扁了扁嘴，把那不安分的狐狸尾巴缩了回去。呼！好险！这要是在大庭广众之下露出原形，我这相公怕不是要被人当场抓了去做围脖。第二件事，修房子，我花大价钱请了村里手艺最好的王木匠，带着2个徒弟，叮叮当当敲了半个月，总算把我那四面漏风的破屋翻修成了一座像模像样的青砖瓦房。我站在新房前，叉着腰，豪情万丈地对跟在我身后的19宣布：“19，看到没？这就是我为你打下的江山。”19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然后认真地问我：“姐姐，江山打下来了，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成亲？”我被他问得心头一热，差点就想拉着他就地拜堂。忍住，仪式感很重要。第3件事，准备宴席。我找到了村长，拍给他一大串铜钱，让他帮忙操办。我要摆3大桌，鸡鸭鱼肉一样都不能少，尤其是红烧肉必须管够，毕竟这是我家头号功臣的最爱。消息一传开，整个村里都炸了锅。听说了吗？立夏那疯丫头要成亲了。跟谁呀？不就是那个他从蛋里孵出来的怪物吗？那小子长得是真俊，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人。立夏胆子也太大了，什么都敢往家捡。吉时终于到了，我穿着大红喜服，头上还破天荒地戴了朵红绸花，对着铜镜笑出了声。院子里，19也换上了一身红衣，正局促不安地站在那里。他本就生的妖孽，再被这身火红的衣裳一衬，简直比画里的神仙还要好看几分。他一紧张，头顶上那对毛茸茸的狐狸耳朵就忍不住冒出尖尖，又被他自己慌忙按回去，那手足无措的样子，可爱的让我心肝直颤。我走过去，牵起他的手，别怕，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人了，谁敢欺负你，我揍他。他重重点头。小院挤满了看热闹的村民，村长喝了口酒，扯着嗓子喊：“吉时已到，新人拜堂。”我心里一阵狂喜，从今天起，这个好看的小狐狸精就是我立夏名正言顺的相公了。一拜天地。我拉着19，美滋滋地弯下腰，一变陡升，一股强大到令人窒息的压迫感毫无预兆地从天而降，笼罩了整个院子。原本喧闹的院子瞬间鸦雀无声，所有人都惊恐地抬起头望向天空，一道黑色的影子带着呼啸的风声从天而降，不偏不倚地落在了我和19的面前。一个穿着黑底金纹长袍的中年男人出现在众人眼前，他身形高大，面容冷峻，那男人目光径直地落在19身上。突然他用一种激动到变调的声音喊了出来：“吾儿，我终于找到你了。”他自称赤渊，是19的亲生父亲，感应到赤焰灵狐一族的血脉气息，才一路追寻至此。19被这突如其来的阵仗吓了一大跳，警惕地看着那个自称是他爹的男人。赤渊完全沉浸在失而复得的狂喜之中，根本不理会我们这诡异的婚礼现场。他向前踏出一步，大手一挥，一股无形的力量就卷向19。婉儿，休要胡闹，跟为父回族里去。又是抢人，上一个小白脸跑了，我认栽，谁让人家是皇子呢？可这个我辛辛苦苦攒钱，一步步准备，眼看就要拜完堂的相公，你也想抢？电光火石之间，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一把抄起旁边桌上那根用来给新娘掀盖头的黄铜秤杆，用尽全力朝着那股无形的力量挥了过去。秤杆与那力量相撞，发出一声闷响，竟将那股力量打散了。我一个箭步横在他和19中间，摆出了一个自以为很帅的姿势，将19牢牢地护在了身后。嘿，我说这位大叔，你谁呀？一来就抢我的人，懂不懂什么叫先来后到？他正在跟我拜堂成亲，你现在想把他带走？问过我手里这根秤杆没有？原本喜气洋洋的喜堂，瞬间变成了我和未来公公当场对峙的修罗场。老娘好不容易攒够钱娶的相公，谁也别想从我眼皮子底下抢走，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行。我深吸一口气，对着院子里那群看得津津有味的村民们扯开嗓子大喊：“各位乡亲父老、叔叔伯伯、婶婶们，今天这喜酒看来是喝不踏实了，大家伙先把桌上的瓜子、花生揣兜里，别浪费了，改天我立夏再给大家伙补上一顿。现在大家暂时回避一下，我要开个家庭会议。”村民们连吃带拿，一溜烟就跑了个精光。偌大的院子瞬间只剩下我们3个，我冲到门口，砰的一声甩上院门，关门放我。赤渊大抵是觉得跟一个小丫头动粗有失身份，他收敛了身上那股破人的气势，用一种他自以为很慈父的眼神看着19。吾儿，我们赤焰灵狐一族子嗣本就艰难，每一位族人都无比珍贵，你怎么能流落在外，还与一介凡人女子成亲？我听得直翻白眼。我说大叔，什么叫一介凡人女子？是我把她从一颗快成化石的蛋里辛辛苦苦孵出来的，按照谁孵出来就算谁的这个基本法。她现在首先是我的诞生相公，再说了，你早干嘛去了？她被她那个不负责任的妈扔在后山，被蛇缠着差点就嗝屁了，你在哪？她被她妈当成赔偿，随手就扔给了我，你又在哪？现在我把她养得白白胖胖，你跑出来认儿子了？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我这一通连珠炮似的质问，把她对得哑口无言。
赤渊憋了半天才挤出一句：“我当时在闭关，且我并不知晓她竟怀了我的骨肉。”我嗤之以鼻，你要是真在乎他，怎么10几年了才找来？赤渊被我对得彻底说不出话，只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19身上，眼神里充满了期盼。跟为父回去，燕凌风才是你的家。我心里一紧，也扭头看向19，可千万别被这亲爹的花言巧语给骗了啊！你要是也跑了，我可就真的人财两空了。19死死抓着我的衣角，对着赤渊坚定地摇了摇头。我只认识姐姐，是姐姐把我从蛋里孵出来，是姐姐给我取名字，而且我和姐姐已经拜堂了，姐姐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好样的，真不愧是我孵出来的，没白疼你。我得意地看了一眼赤渊，赤渊看着油盐不进的我们俩，揉了揉脑袋，他转而开始追问其他事情。你说他母亲丢弃他，他母亲究竟是谁？他为何要如此对他？我一想到谢荣月就气不打一处来，你怎么不知道他妈是谁？你自己的风流债自己不清楚吗？他妈叫谢荣月，当今皇帝的亲妹妹，牛气冲天的长公主。我好心好意救了他那个半死不活的侄子谢彦辰，结果呢，人家记忆一恢复，翻脸比翻书还快，医药费、伙食费、精神损失费，一文钱都没给，就把你儿子这颗蛋赔给我了。我说的义愤填膺，却没注意到，在我提到谢荣月这3个字的时候，赤渊的脸色瞬间变得比锅底还要黑，一股冰冷刺骨的杀气从他身上轰然爆发。谢荣月，他竟然敢如此对我儿，他竟然还敢将吾儿当成一件物品随意送人。他周身的气流变得狂暴，黑色的长袍无风自动。我被他这突然的巨变吓了一跳，下意识地抱住19。赤渊咬牙切齿地低吼：“我当年在冲击境界的紧要关头，神志不清，功力尽失，竟被一个凡人女子趁虚而入。我寻了她10几年，没想到那人竟是长公主谢荣月。”原来如此，感情是长公主殿下当年年少轻狂，睡了个狐狸精，还揣了个蛋跑了。这蛋孵不出来就到处乱扔，结果被我捡漏了。好一个谢荣月，我要去京城，我倒要看看她这个长公主要怎么跟我解释这件事。他说完，转身就要走，似乎准备立刻就杀到京城去。京城那可是天子脚下，传说中遍地是黄金的地方啊！我长这么大，出过最远的地方就是镇上的集市，去京城见见世面，好像是个相当不错的选择。我的思路瞬间拐到了一个清奇的方向。赤渊这个便宜公公，虽然脾气不好，但他能从天而降，一看就是个绝顶高手，而且好像还挺有钱的样子。他可是19的亲爹啊，4舍5入，不就是我未来的靠山吗？跟着他去京城，吃穿不愁，路上还安全，而且我还能顺便去京城找谢荣月，把我应得的医药费和伙食费给讨回来。越想越觉得这笔买卖划算。我眼看赤渊一只脚都快踏出院子了，我连忙把他叫住：“哎，大叔，等一下。”赤渊不耐烦地回头看我，我换上了一副笑脸，凑了上去：“大叔，你这是要去京城找那个女人算总账是吧？”他冷哼一声，算是默认。那正好啊，我一拍大腿，当初他侄子的医药费和伙食费还没给我结呢，我也得去找他算算这笔账。你看19他又离不开我，我也放心不下他一个人跟着你，干脆我们跟你一起去得了。赤渊皱起了眉头，显然不想带上我这个拖油瓶。我赶紧给19使了个眼色，19心领神会，立刻冲上去抱住了赤渊的大腿，摆出了一副你要是敢不带姐姐，我就哭给你看的架势。爹，我要跟姐姐在一起。赤渊沉默了半晌，最终妥协地说道：“随你。”搞定，目的地京城，走起。跟着我那个不怎么靠谱的便宜公公赤渊，我们这个奇葩的3人组合，总算是晃晃悠悠的到了京城。马车帘子一掀开，我整个人都傻了。好家伙，京城这城墙高的我仰着头都望不到顶，这街道宽的能让我们村所有牛车并排跑个来回。糖葫芦、捏糖人、卖风车的，还有那酒楼里飘出来的肉香，馋得我口水都快流下来了。我看得眼花缭乱，这地方，这人流量，这消费水平，别说开个铺子了，就是随便在地上扫扫土，都比我以前累死累活上山采要赚得多吧。我正扒着车窗，畅想着我未来的致富蓝图，身边的赤渊却突然了一声，他闭上眼睛，似乎在感应什么，随即那张冷峻的脸上露出一抹杀气。我感应到那个女人的气息了，我要先去打个招呼，你们自己找地方住下。话音刚落，我眼前一花，车里就只剩下我和192个人了，人呢？嗖一下就没影了，这就把我们扔在大街上了。这爹比他儿子还不靠谱。19显然也没反应过来，他茫然地看着我：“姐姐，爹去哪了？”我没好气地捏了捏他的脸：“你爹找你妈算账去了，把我们俩丢在这了。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得找个免费的住处，还得管饭，谁能提供？当然是我的债主。京城这么大，怎么找到我的债主？”我眼珠子一转，一个绝妙的办法从我脑子里噌的一下冒了出来。来京城之前，我就通过皇宫门口设着一面大鼓，叫登闻鼓，只要你有天大的冤情，敲响它，就能直达天听，让皇帝老给你做主。我一拍大腿，对着19露出了一个势在必得的笑容。19，走，姐姐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咱们直接去找你大舅评评理。我抱着登闻鼓那根比我胳膊还粗的鼓槌，用尽了吃奶的力气，把那面大鼓敲得震天响。没过多久，我就和19被一群面色不善的御林军请进了金銮殿，文武百官分列两旁，跟庙里的泥塑似的。
正上方龙椅上坐着一个穿龙袍的中年男人，大概就是皇帝了。我拉着19跪在了大殿中央。很快，我心心念念的债主们也被紧急召来了。长公主谢荣月脸色难看的像是刚吞了只苍蝇。当她看到我和我身边的19时，那双漂亮的眼睛里几乎要喷出火来。还有她那个过河拆桥的好侄子谢彦辰，他站在那里人模狗样。他看我的眼神还是和那天离开时一样，充满了毫不掩饰的嫌弃和疏离，仿佛我是什么脏东西。堂下何人？为何敲击登闻鼓？龙椅上的皇帝总算开了金口，我清了清嗓子，酝酿了一下情绪，然后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陛下，草民有天大的冤情啊！我开始了我声泪俱下的表演，把自己怎么在山里捡到一个半死不活的男子，怎么照顾他，怎么掏空家底给他买药治伤，添油加醋的说了个底朝天。可谁能想到他家人找来，他商议好就把草民给忘了。草民本想着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草民也不图他报答，可他们连草民的医药费和伙食费都不给啊！我一边哭诉，一边用袖子抹着根本不存在的眼泪，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被皇亲国戚始乱终弃的可怜女子。他们不仅不给钱，还扔给草民一颗蛋，就当是补偿了。陛下，天底下有这样的道理。谢荣月大约是没想到我敢把这事直接捅到金銮殿上来，气得浑身发抖。他上前一步，对着皇帝行了个礼，冷声道：皇兄，此女一派胡言。当初我确实给了她补偿，就是。他的目光落在了我身边的19身上，不等他说完，我立刻抢着反驳：长公主殿下，你说的补偿就是他吗？我指了指19，你家赔偿是这么个赔法吗？我辛辛苦苦救了你活蹦乱跳的亲侄子，你回头就赔我一颗蛋，还是一颗10多年孵不出来的蛋。我一个未出阁的黄花大闺女，为了这颗蛋，我学着母鸡的样子，天天把它揣在怀里。好不容易我把它孵出来了，我还得管它吃，管它穿。再说了，我声音又提高了几分，确保每个人都能听见，这颗蛋是你自己的风流债，凭什么让我这个无辜的乡下少女来给你买单？所有大臣的眼睛都瞪得像铜铃，目光在脸色惨白的谢荣月以及不知何时出现在大殿门口的赤渊脸上来回的疯狂扫射。天大的八卦！龙椅上的皇帝看着殿外那个煞气冲天的赤渊，一个头两个大，这天大的家丑竟然被一个乡下丫头在金銮殿上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给掀了个底朝天。他现在只想赶紧把这件事给了了。我立刻趁热打铁，从怀里掏出了一张皱巴巴的纸。陛下，我高举着纸呈了上去，这是草民的清单，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三皇子殿下的医药费、伙食费、住宿费。一个太监战战兢兢地把那张纸递了上去，皇帝只扫了一眼，然后猛地一拍龙椅：长公主行事确有不妥，来人赐原告立下黄金100两，绫罗绸缎50匹，以作补偿。至于你们的家事，朕的皇妹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在事情解决之前，就特许你们暂住在长公主府上吧，也好方便你们日夜沟通，联络感情。此话一出，谢荣月差点一口气没上来，直接晕过去。而我捧着那份滚烫的圣旨，心里已经乐开了花。我得意洋洋地站起身，冲着谢荣月露出了一个无辜的笑容：让你拿蛋砸我，现在好了吧？我拖家带口，直接住你家去了。住进长公主府的日子和我预想的傍大款生活有着天壤之别。谢荣月那个女人表面功夫做得滴水不漏，她把我们安排在一处精致的小院，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看起来是下了血本。可在府内最偏僻的地方，1日3餐送来的饭菜盘子比我脸都大，中间那点菜用筷子扒拉2下就没了，都不够我塞牙缝的。我和19每天饿得眼冒绿光。至于我那个便宜公公赤渊，自从那天在金銮殿门口酷炫狂霸拽的出场后，一进这公主府就又嗖的一下消失了，据说是去找谢荣月联络感情了，也不知道联络到哪个旮旯里去了。这爹太不靠谱了。一连饿了3天，到了第3天半夜，我躺在床上，听着自己肚子咕咕咕的叫唤，像是有只青蛙在里面开演唱会。我再也忍不住了，想我立夏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士可杀不可饿。夜黑风高，正是摸进厨房找点菜吃的好时候。我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坐起来，摸到隔壁房间，19也正睁着一双红眼睛，在黑暗里悠悠地看着房梁，显然也是饿得睡不着。19，想不想吃烧鸡？我压低声音，像个诱拐小孩的狼外婆。她的眼睛噌的一下亮了，小脑袋点得跟捣蒜似的。走，2个黑色的影子就着朦胧的月色，猫着腰，悄无声息地朝着长公主府的大厨房摸了过去。我们的目标很明确，烧鸡、点心、酱肘子，一切能吃的东西统统打包带走。这公主府极大，7拐8绕的，跟个迷宫似的。我俩贴着墙根，避开一对又一对巡逻的护卫，跟2只偷油的老鼠没什么区别。眼看着厨房那飘着饭菜鱼香的屋顶就在不远处了，我正准备一鼓作气冲过去，却眼尖的发现不远处一座书房的窗户里还透出昏黄的灯光。他站起身，走到窗边。赤渊，我本以为生下他这个赤焰灵狐的孩子，利用这孩子身上1半的灵狐之力，可以助我修炼那套禁忌秘法，彻底激发我体内的妖族血脉，一举掌控全局。可我没想到，我千算万算，没想到我生下来的竟然是一颗孵都孵不出的废蛋。我感觉到身边的19整个身体都开始剧烈的发抖。我扭头看他，月光下那双原本清澈的眼睛里染上了猩红的杀意，一股怒火从我心底直冲头顶。好你个谢荣月，你把自己的亲生儿子当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工具，这女人的心
是石头做的吗？我死死按住19，生怕他一冲动就暴露了。就在这时，书房里的那个黑衣手下又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卷轴，恭敬地呈了上去。殿下，这是那个乡下女人的画像，据查10年前就是她在后山捡到了小殿下。我的画像。谢荣月接过卷轴，缓缓展开，月光透过缝隙照进去，那画上的人就是我。谢荣月在看到我画像的那一瞬间，眼神骤然变得无比狠厉。一个不识好歹的乡下村姑，竟敢跑到金銮殿上去敲诈本宫，还拐走了我的儿子，坏了我的大事。去，给我把这个女人的底细查个底朝天，我倒要看看她到底是什么来头，敢3番5次的跟我作对。妈呀！我吓得赶紧捂住自己的嘴，连大气都不敢喘。我一把拉住还在发抖的19，对他拼命摇头，用口型示意快走。我俩连滚带爬的从房顶上悄悄溜了下来，跑回了我们那个偏僻的小院。我背靠着门板，心脏狂跳的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这下可好，我不仅成了皇家顶级秘闻的唯一知情人，还被这个故事里心狠手辣的头号大反派给彻底盯上了。这京城里的日子真是越来越刺激了。自从上次在长公主府偷听墙角，我就成了惊弓之鸟，连在院子里晒个太阳都觉得房顶上假山后藏着谢荣月派来套我们麻袋的黑衣人。结果麻袋没等来，却等来了一道金灿灿的圣旨。宣立下19敕渊，长公主谢荣月即刻入宫于金銮殿觐见。这要干嘛？上次是我告御状，这次是皇帝亲自摇人，把这些人凑一桌打麻将吗？我心里直犯嘀咕，这指定不是什么好事，十有八九是要开一场皇家内部批斗大会。我拉着19，一步3回头的跟着传旨的太监往宫里走，心里七上八下的，感觉自己不是去金銮殿，而是去菜市口的断头台。踏进金銮殿，龙椅上，皇帝老儿黑着一张脸，像是谁欠了他几百万两银子没还。大殿两边，我那公公敕渊和我那婆婆谢荣月，楚河汉界，泾渭分明的分站两旁，一个浑身杀气腾腾，眼神恨不得把对方凌迟；一个面沉如水，冷得像块万年玄冰。文武百官跟上次一样，站得整整齐齐，但一个个低着头，恨不得把脑袋缩进官府里。我拉着19，悄咪咪地缩到了最后面，努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我正琢磨着今天这出戏到底要怎么唱，大殿中央的谢荣月却突然发难了，他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住了我和19，那张美艳的脸上勾起了一抹极其诡异的笑，看得我后背直发毛。本宫听闻乡野村姑立夏与我儿已在乡下私定了终身，拜了天地。我心里翻了个白眼，但还是走上前去。长公主殿下，这话说的，我跟19是不是拜了堂，跟你有关系吗？你和敕渊的陈年旧账还没算明白呢，怎么就开始关心起儿子的婚事了？您这当娘的，是不是有点太不称职了？我身旁的19也跟着附和。姐姐说的对。谢荣月似乎料到我会这么说，脸上的笑容更深了。本宫的家事自然会处理，但你和赤霄的婚事，本宫却不能不管。我儿不能与你在一起。凭什么？我脱口而出。谢荣月看着我，抛出了一个足以把金銮殿屋顶都掀翻的炸雷。因为你们二人有血缘关系。他没给我任何反应的时间，目光直接转向了龙椅上脸色越来越黑的皇帝。皇兄，她立夏就是你的亲生女儿。他抬起手，纤长的手指直直的指向了我。我皇上的女儿？那我岂不就是公主？那我岂不是和19是姐弟？我整个人都懵了，脑子里像被塞进了100只鸭子，嘎嘎嘎的乱叫个不停。我下意识的扭头看向19，他也同样是一脸震惊和呆滞。我感觉全大殿的目光都唰的一下聚焦在了我身上，那些文武百官一个个瞪大了眼睛。龙椅上的皇帝已经霍的一下站了起来，暴跳如雷。谢荣月，你胡说八道些什么？他指着谢荣月，气得浑身发抖。朕怎么不知道？朕还有一个女儿流落在外。谢荣月面对暴怒的皇帝，却显得异常镇定。皇兄，你当然不知道。他冷笑一声，18年前你在南山行宫被奸人下药，神志不清，是立夏的生母救了你。她本是南山之中修行的九尾天狐，只因当年受过你一次点化之恩，便不惜耗费100年道行为你解了毒。那一夜过后，你以为只是梦一场，醒来便忘了，可她却怀上了你的孩子。狐族怀上人族血脉，本就是逆天而行，会引来无数仇家追杀。为了保住这个孩子，她耗尽了毕生修为，甚至燃烧了自己的神魂，才勉强将你女儿身上的妖气和狐族特征尽数封印，让她看起来与凡人无异。做完这一切，她也油尽灯枯，魂飞魄散。临死前，她将立夏抹去记忆后，放在了杏花村村口。我的娘是一只九尾狐，为了保护我，她魂飞魄散了。我还没从我是公主的震惊里缓过神来，又被我妈是狐狸精和我跟19是近亲这2座大山给当头砸下，砸得我眼冒金星，天旋地转。我下意识的死死抓住身边19的胳膊，仿佛那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我扭头看他，他那张过分好看的小脸，此刻煞白的没有一丝血色。他看我的眼神不再是单纯的依赖和爱慕，而是充满了难以言喻的痛苦、挣扎和绝望。好好的恋爱，怎么就变成了狗血淋头的家庭伦理剧了？我看着19那双破碎的红眼睛，鼻子一酸，眼泪差点就掉了下来。大殿里一片死寂，所有人都被这接二连三的惊天大瓜给震得外焦里嫩。敕渊都忘了散发杀气，一脸呆滞的看看我，又看看龙椅上的皇帝，显然也没搞明白这错综复杂的关系。龙椅上的皇帝在听完谢荣月的讲述后，脸上的暴怒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震惊、悔恨和巨大的悲痛。是朕对不起你们母女。他高大的身躯晃了晃，他看着我和19紧紧握在一起的手，眼神里流露出一丝不忍。
他深吸一口气，像是终于下定了什么决心。他突然转向眼神中却带着一丝报复快感的谢荣月，说出了一句让所有人脑子再次宕机的话：皇妹，事到如今，朕也不想再替母后隐瞒了。为了保全母后和整个谢氏皇族的颜面，朕替你守了这个秘密几十年，今日就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做个了断吧。你谢荣月和朕和立夏根本没有半点血缘关系。又一个反转，我的大脑被这跌宕起伏的剧情来回拉扯，谢荣月脸上的得意和快感瞬间凝固了，他难以置信地看着皇帝。皇兄，你说什么？皇帝用一种近乎沉痛的语气揭开了另一个被尘封了几十年的皇家绝密。你根本就不是父皇的女儿，甚至不是母后的亲生女儿，你是母后最好的闺中密友林婉阿姨的女儿。当年林婉阿姨与一位胡族男子相爱，珠胎暗结，却被家族所不容。母后为了保护她最好的朋友和这个无辜的孩子，才对外谎称你是她早产的女儿，将你养在了自己身边，给了你长公主的尊荣。所以谢荣月，皇帝的目光带着一丝怜悯，你与朕并无血缘，立夏是朕的女儿，但不是你的侄女。我的天爷啊！今天这瓜跟俄罗斯套娃似的，扒开一层还有一层。我来捋一捋，我是公主了，我爹是皇帝，我妈是九尾狐，而我和19根本没有血缘关系，因为他妈谢荣月不是我爹的亲妹妹。整个金銮殿也彻底炸了。谢荣月脸色惨白，身体晃了晃，像是随时都要晕过去。他筹谋了一辈子，想要推翻的谢氏江山，到头来跟他没有半毛钱关系，这比杀了他还难受。而我身边的19，那双红色的眼睛里瞬间爆发出巨大的狂喜，他猛地抓紧我的手，凑到我耳边：姐姐，太好了，我们没有血缘关系，我们可以成亲。金銮殿这场年度狗血伦理反转大戏总算是落下了帷幕，不过总归结果是好的。我不仅白捡了一个全天下最尊贵的爹，还顺带从根源上解决了我和我家19的伦理危机，人生起起落落，实在是太刺激了。大殿之上，新任的皇帝爹看向我的眼神满是愧疚，那热度几乎要溢出来，恨不得当场打开国库，把钥匙塞到我手里让我随便搬。也正因这份愧疚，一箱箱金银珠宝绫罗绸缎正流水似的往我住处送，多到快没地方下脚。隔天一道圣旨下来，我直接被封为镇国定安长公主，品级比谢荣月那个冒牌货还高。可没等我适应，皇帝爹又兴致勃勃地拿来一堆青年才俊的画像，说要给我挑个全京城最英武的驸马。那叠画像还没递到我面前，就被我和19的眼刀齐齐瞪了回去。开什么玩笑，我早就有了亲手孵出来的绝版好相公，哪里轮得到别人？皇帝爹被我瞪得讪讪收回手，嘴里还小声嘀咕着：朕的女儿就是有主见。另一边，谢荣月得知真相后，整个人像被抽走了灵魂的木偶，最后被2个宫女扶着，行尸走肉般离开了金銮殿。后来听说，她回去就把自己关进了曾经无比荣耀的长公主府，日日枯坐不语。从此，京城里少了一个权势滔天的长公主，多了一个疯疯癫癫的传说。说实话，当公主穿金戴银，被人悉心伺候，我自然喜欢。可谁能想到，当公主的规矩竟多到磨死人。早上天不亮就得起床去给皇帝爹请安，吃饭时连一点声响都不能出，走路要时刻端着姿态，说话必须温婉轻柔，笑的时候还得掩着嘴不能露齿。我立夏这辈子向来放荡不羁爱自由，当村霸当惯了，哪里受得了这份束缚？就在又一次用膳时，我忍不住想舔盘子，结果被教养嬷嬷用严厉的眼神狠狠谴责了一番。那一刻，我彻底下定决心逃。当天，我拉上19，雄赳赳气昂昂地直奔皇帝爹的御书房。皇帝爹看见我们进来，立刻放下手中的笔，脸上瞬间笑成了一朵菊花，语气格外亲昵：我的好女儿，今天怎么有空来找父皇？我径直走到他那巨大的书桌前站定，故意摆出一副严肃的谈判架势：爹啊，女儿有件事想跟你商量商量。皇帝爹想都没想就应下，豪气干云的一挥手：但说无妨，只要是我儿开口，就算是天上的星星，父皇都给你摘下来。我心里一喜，等的就是他这句话。爹啊，你封我的这个镇国定安长公主，我觉得特别好，可问题是我这业务还不熟练，要是直接上任，万一干不好，岂不是有损皇家颜面？皇帝爹听得一愣一愣的，低头琢磨着我的话。我趁机继续我的说辞，所以我决定先给自己放个长假。长假？皇帝爹抬头，语气里满是诧异。对，我一拍巴掌，语气坚定：现在我和你女婿准备回他老家，把我们之前没办完的婚礼给办了。说完，我挺直腰板，那模样分明是我已经决定了，只是来通知你一声。身边的19立刻学着我的样子，挺着小胸膛，拼命点头附和：对，姐姐说的对，我们要回家成亲。皇帝爹盯着我们看了半晌，终究是无奈的摆了摆手：罢了，女儿大了，留不住了，去吧。只是办完婚礼，一定要早点回来，父皇还想多看看你。说到最后，这位95之尊的眼圈竟然隐隐有些发红，我心里莫名一软，可脚下却半点不敢耽搁。我拉着19，飞快地对他挥了挥手，嘴上应着：知道了爹，我肯定常回家看看。说完，转身就溜。搞定，狐族，我们来了。